啊，你以为是县人民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啊？你跟我说废话，所以你不要在那给我哇哇叫，你就去给到我啊！你声音大，你上班打吃得好啊！这是四川嚣张杀人犯王邦用当庭怒怼法官的真实录像，他为何如此嚣张呢？事情还要从2018年的11月份说起。四川省岳池县派出所接到报案，说蔡家沟村发生了命案，一位会算命的老人竟然离奇地死在家里，死状凄惨，一看就是被人杀害。老人名叫蒋元文，75岁，一直没有娶妻，家里就他一个人。年轻的时候是一名石匠，不幸的是，一次意外，他的腿被石子砸中，无法行走，只能靠着国家的补助以及帮人放羊为生。但他偶然知道了算命这件事情，加上他能说会道，村里的人常常让他去算命。就这样，蒋元文的生意还不错，慢慢的被村里人称为蒋半仙。而他也说自己要吸取天地精华，睡觉也不关门。可这次村民再找上门来，他却侧躺在地，已经没了呼吸。诡异的是，他浑身脏兮兮的，房间里满是水渍。最后，警方找到了一个名叫王邦用的男子身上。那王邦用为什么要杀害他呢？你不要在那给我哇哇叫，你就去给到我。如果不冷静，你拿枪来打我噻！你有那本事拿枪来打我噻！我没有。我怕你身份伤。四川嚣张案犯王邦用大闹法庭，却在听到死刑判决后立马怂了。那他为啥要杀人？为啥又觉得自己没错呢？这还要从他的生平开始说起。他从小为人就很不踏实，小学毕业在外漂泊多年，四处打工，但还是没赚到几分钱，活到30、40岁没有娶媳妇儿。在外边混不下去的他回了家，住进了父母给他留的茅草屋里。种地收成没多少，他一次偶然看到了同村子的算命先生，看到他说几句话就收钱，这让他开始对算命感兴趣。于是他去找了几本算命的书来看，看完以后也说自己会算命。同村的人找了他几次，发现他完全算不准，就渐渐的不找他了。而王邦用却觉得是同村那个算命先生克自己，让自己赚不到钱，他给自己算了一卦，于是便找了个时间去杀了那人。其实呢，村子里有人愿意找那算命先生，是看他已经70多岁了，孤寡老人一个，身边也没有照顾的，自然会对他多关照一些。可哪知王邦用心生嫉妒，还不知悔改，最后他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。你要在我你在15岁的时候，你要承罪于强奸，知道你这什么概念吧？高中生因杀人罪被判无期，而15年后法院却说无罪释放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情发生在2005年，山东一16岁的高中生突然被抓走，原因是他奸杀了同学。男生名叫张志超，正读高1，品学兼优。当时一名女同学突然失踪，老师同学找了很久都没找到，直到1个月后，清洁工在学校废弃的厕所里发现了那名女同学的尸体，吓得清洁工立马报了警。警察过来看，发现尸体赤裸，疑似生前遭遇过侵犯，而又因为是冬天，尸体没有明显的腐烂。这名女同学的室友说提到了一声救命，出来以后看到了张志超和另一名男同学，警方马上把他带回警局。期间张志超表现得十分含混，当时警方距离上级要求的最后破案期限不多了，便加大了审讯力度。当你被打得受不了的时候，逼自己必须要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时候，当时真的把我放开，我真想立马死在那里，真的。就这样，张志超写下了所有的犯罪经过，但张志超的父母却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会这样做，期间不停地为张志超讨回公道，直到2020年，法庭证据不足，判处张志超无罪。这个原本有着大好前途的男孩，在监狱坐了15年，出来以后家人全部去世，除了年迈的母亲。而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张志超得到了332万元的国家赔偿金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